就像人家说小孩求生不求养，你生下来不需要你怎么着，你也不给他吃灵丹妙药，他照样长得来的，照样野蛮生长。哎，对呀、野蛮生长，这就是生命嘛，一种生命。生命力。就是那个叔本华是对生命力持否定态度，然后尼采是持肯定，这个构成了现当代艺术的底色。而这个底色里面呢，对生命的表扬的话，事实上赞扬歌颂的话，它就从理性走向了主观，走向人的内心。这时候我表达这个人不需要儒，不需要道，不需要士和尚，他这是一个载体，他这个载体呢，来表达这种人的生命状态，就是情感上的、精神上的一种起伏啊、变化啊、扭曲啊、律动种种的状态。所以我这从本质上讲，它不是大写意，因为大写意它只是把儒释道奔放的一些人，如果说禅，那叫狂禅，那道叫狂道，这就是大写意。对，但是它还是囿于形本身啊。对，它还是文学化的语言，只是在文学化语言里面有了腔调，有了腔调。但是现代艺术它是没有任何，或者说它的那个文学东西会被降低了到了极致，或者说它不断的在降低，并不是完全没有，可以有，但是它可以做到没有，最起码向着这个方向在努力，努力的过程展示的就是内心世界的一个张扬得到了展示嘛。我已经不在乎这个外面，我要尊重谁，我要考虑谁的感受，纯粹是自己的。我可以唱歌，我可以跳舞，我可以这个生气的时候摔东西，我也可以骂脏话骂人，这全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也许我在自言自语，无所谓。但是你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展示，但是这个展示就通过一种非文学化的，是个人情感的、精神的一种现象性的这种表达。有道理。这个就是我现在跟这个理念，然后跟传统已经拉开了差距。对。这就是我现在绘画的面貌形成的这种原因。所以我在这件作品里面也看到了刚才表述得到的呈现啊。对，就是形态本身呢，它不是很重要。就是形态是谁不重要。对。但是这形态本身，为什么我们注重形态本身？这个形态，那个原始绘画。原始绘画呢，它是因为它特别是原始几千年前的，它不具备造型能力。它所谓的造型，它是一门科学，能力，然后基于这科学基础之上，你的呈现的本领，这叫造型能力。两者结合起来。那么我们之所以是现代，那就是超越了原始，超越了这个中世纪，或者超越了古代，就是我们就说没有科学理性造型的那个时代。我现在是这个时代有造型，那么我的造型事实上暗含了很多理性的能力。我是能够驾驭这些能力，但是我不在乎。当我需要他做出牺牲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了我情感表达的代价。他就退隐了。当你需要呈现，他就在里面显现出来。对，是这样。就等于是理性如隐如现，融为一体。如隐如现。但是当你的这个作品，然后呢，就是失控的时候，就需要理性的东西来控制了。当你不能失控，然后在可控和
这个表现的这个中间，就是说你封掉了，但是我是在封掉之前，实际上我虽然要封的状态，但是我不是疯子。就是尼采他对人家说的话，我跟疯子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我不是疯子。因为在别人的眼里看来，你已经够疯狂了，像就是疯子。但是尼采告诉你，我不是疯子，这是我跟疯子之间的唯一差别。但是你说我的行为很疯，我承认，那就是疯，但是我事实上不是疯子。这就是理性的那个理性在那个扶摇之上。例如我在疯，但是疯的时候我不伤害人，我善良，我有审美上的追求，这是里面的一个核心。这个核心一旦不动的话，它扶摇之上就会成为艺术。如果真的疯的话，那我画画应该找个锤子给敲掉了，最后啥都没有了。甚至是别人来的时候，我再按照打一顿，我的情感表达更加的充分释放。其实某种角度可以讲，这个情感背后是一种力量来控制它。这部力量物与入隐入现，是有是无，是吧？但是其实是有控制力的。那我回到画面的本身，那在行为上我是有自控力的，那么在画面上我是有审美追求的。我最后把它只不是说呈现是一种纯粹化的节奏，纯粹化的画面的一种韵律旋律，它最终为我的情感服务，但是在艺术品上呈现出某种纯粹的美，但是这种纯粹就是在理性作为内核的基础上的一种充分表现。是。这就是这种这个区别，就是我和疯子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不是疯子，他很疯狂，但是我有充分的理性。我在这里面，你看，我为了加强一种旋律节奏，你看我是有一种不断的这个重复或者是不断提炼的过程。有没有发现？发现了而且手法呢是多元化的，手法，用笔，用这种大块面的这种非常快速的这种涂抹，然后呢用线条进行了一些勾勒它某种节奏是所拍的，是在一个节奏里加强然后呢又用刀进行了一些提摆，就把这个东西给它立起来，有二重奏，就像一个交响乐，一个非常的交响乐，是吧？小提琴来嘎嘎嘎嘎嘎，来钢琴来那砰砰砰砰砰，然后后面再来个鼓，按照那个节奏旋律的点，砰砰砰砰砰，下去整个的这个事实上形成了交响乐。就是它的纯粹性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如果说从形象角度呢，可能有一些原始的这种图腾的氛围是吧？或者原始的这种植物的一种呈现，它其实是一种表象，是吧？它已经配影了，那么它仅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个载体，它其实是一种表象，背后是刚才讲的那一套，就是和而不同，这个乱而有序，在这里面它能够充分展示，这是，这就是这种。你创作这个青花这个作品和别人的不同之处，也是最核心的。是的。好，刚才我们谈的是青花这个呢是五彩，釉下五彩，是吧？釉下五彩。这个五彩它是画的颜色，这是胚子刚画的这个画的颜色，就是说它本身烧出来，它是基本上会有颜色的变化，但是不像那种不像釉会流动，它是不流动，或者釉本身烧出来跟画的颜色是有区别的，是吧？是的。严格意义上讲，这叫釉中。为什么叫釉中呢？因为
画工的东西，它需要细腻的、尖锐的、肯定的笔触。像我这种就是大块面的，很奔放的表达的时候，它是需要一种厚度感。而这种厚度感呢，就需要在就是在这个篱笆的胎上吹成釉。而这样的话呢，你画在釉上面，这个釉透明釉是会流动的。那它在烧的时候呢，它本来是料不流动，这个釉流动，带动它流动，带动它活动一下。就是说在胚子上已经吹了一层釉，然后你的釉上薄薄的一层釉，画烧制之前还要吹一层釉，再吹一层釉，然后这样的话，那就是釉中彩。我们就要了解材料的特性。对，材料就是，彩不流动，对，釉会流动，对，那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不能说完美了，就是恰当的利用了它的特征。对，就是说你在有画青花或者釉里红和画料，其实材料不同还是有所区别的，是吧？对，虽然是载体是一个瓷器嘛，对，当然瓷器它烧制它有温度啊或者胚体啊，它有很多偶然因素在里面，对，但本身材料本身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，如果控制力到的话啊。这时候你就需要独立思考啊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我画的东西跟他们有什么不同？在他们有价值的东西对我不一定有用，但是我可以借鉴。在借鉴这里面，我知道这个对这个色彩是可以调配的，然后呢，我可以充分的自主的来运用色彩，但是它那个对于釉下或者釉中的这种采纳，那我就要根据我绘画特征做一些调整。这就是本身你创作时对这个材料本身也要充分了解，就一定掌控性嘛，对吧？因为毕竟你在这个陶瓷上，它是一个具有全方位的，它其实是一个雕塑的东西，是吧？那么跟你架上纸上绘画这个纯平面，水墨它还是有区别的啊。对虽然说可能人还是你这个主体的创作，但因为呈现的材料变了。对，它其实还是有很大变化的。对，也就艺术家对材料本身，他也是有一定的研究啊，是的，或者一定的掌控，也是有这个必要的。对，它呢，这个本质上它是这个器皿，它本身它有空间特性，但是事实上绘画它是平面的，对，它没有任何空间的，什么透雕。对，浮雕这些特征都没有的，就是你的观看是立体的观看，它那个空间就是我们可以用旋转啊，例如看哈，这样的旋转的看，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卷轴画，对，有点，但是是无边无界的，你找不到哪个是头。